Hello， 大家晚上好啊！又来到了我们8点半的直播，我们现在呢马上开始。我们上一次直播啊，也跟现在有一段距离了，我记得是上一次是3月份，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来做一个很突发的 live。那为什么会做一个突发的 live 呢？因为我们在星期五呢，其实我们当时候在 GMT 啊也有讲过，其实在美股市场呢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位置。然后呢，当时我记得啊，季爸爸也说过，其实美股现在有很多的隐忧啊。当然，我们今天也会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看法。那除了这些看法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而关键是我们也没想到啊，我们在讲的时候，美股还没有完全开市啊，但是呢，在收市之后啊，我们就看到美股就血流成河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做一个突发的 live 啊，这个 live 呢是周末的时候很及时的啊来做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主要呢准备了以下4样东西，这4样东西呢都是环环相扣的。第一个呢是，我们先来看一下美股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你对这个话题呢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打一个 A 在我们的留言区里面。下一个呢是 B 啊，我们来分析股市的2个大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对 B 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写一个 B。那我们在以后的直播里面就会讲多一点关于 B 的内容。C 呢，就是我们看到了美股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我们面对什么情况，后市我们应该怎么样布局呢？那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也可以打一个 C 在留言区里面。D 呢，就是我们最近准备的一些内容啊，就是讲一下、分享一下我们到底是如何结合 AI 来一起研究股票的。那如果你想了解一下如何用 AI 提升你的效率，加快你的研究的效率来看股票的话，你也可以打一个 D， 让我们了解一下。如果你对 D 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之后更加详细的分享我们怎么样去应用 AI 啊。我们先看一下各位同学们，你们对于哪一个话题更加有兴趣啊？当然还是老规矩，如果这个直播到了1000人的话啊，我们会分享一个我们对一只股票的一个看法啊，所以如果你大家可以问对股票，大家可以问股票，一般我们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但如果你看到这个直播到1000人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互动的环节。所以也是邀请大家，如果你也想留意我们回答一只股票的看法的话，欢迎你们分享这个直播，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们，分享给你的家人们你觉得有价值的就分享出去，或者放到你的 Facebook 啦，放到你的不同的群组啦、平台啦其实我 C 那里我问大家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其实如果继续跌的话，你觉得跌多少可以捞底了是不是个机会了，可以捞底了，对吧？因为这个很关键如果它调整了跌了然后又回涨了那就是一个机会了，是不是但是如果捞了太早了，那就被绑住了被捆绑住了或者到真正便宜的时候又没钱了所以这个是最难的难题。所以呢，我们来这里做个统计这个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你觉得这次跌的话会跌多少，然后就反弹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写一下 OK。 好那当然了新朋友也是老规矩，新朋友可以打个招呼告诉我你是在哪个地方的老朋友也是打个招呼了我们也好久没见大家了OK back to you 那我看到清一色就是说 C 看来大家也是觉得对于未来怎么样去布局是比较关心的。那我们讲多点了好那我看到也有不少的人说可能是回你的问题跌10%就可能到底了就要捞底或者是有一个人说20%那我们5% OK 5% OK 这么那 Alice 这位同学你是比较乐观的OK 看来大部分的都还是 C。 那我们在讲 C 的时候呢，不如我们就来讲的更加详细一点好，那我们一开始呢也是先讲一下我们事先准备的内容而在我们开始之前呢，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过这个是我的频道，我的频道呢会分享除了我的视频之外，我还会分享一些我们彼此之间的 podcast 的内容分享，还有呢，如果我们之后会邀请其他的嘉宾上来
我的 podcast 节目分享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频道里面去看到啊，内容更丰富啊。对，所以一般来说，现在大多数的人还是徐爸爸的频道的啊。那 Rich 也是有他的理想，有他的特别的话题包括现在他出来的新的一些他的视频也是放他的那个频道里的所以大家老铁们，这个是新的词老铁们也是去支持一下 Rich 的频道 ，OK。我们之前已经有拍了好几集的 podcast 如果你是新观众没有看过的话呢，我们也是非常诚意的邀请你们去看因为这个频道不只是讲股票我们也讲到了很多其他，比如说人生智慧或者是最近很火的话题，比如说 AI 会不会取代我们的工作等等。那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我们的 podcast 那我们现在呢来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好了，那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为什么星期五的美股，尤其是纳斯达克会有一个暴跌的情况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跌幅并不是一点点而是一个很夸张的跌幅，从开市裂口低开到收市呢，是从头跌到尾的，而且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成交量那个成交量你可以看到是很大的一根红色的一个成交量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关键信号。所以到底星期五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呢，当天晚上8点半有发布了一个非农就业数据，那次数据呢，我们就不说结果了而导致的结果就是它的预期呢是好过预期但是呢，市场就开始担忧因为现在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很好他们就担心年底加息的这个可能性会上升所以你可以看到右边的那张图表这个是 FedWatch 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1个星期之前，美股对于年底加息的可能性还只是很低的一个数字。那我们可以看到呢1个星期前还是也有蛮高的数据43%或者是如果我们看远一点的，看1个月前的数据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但是呢，在这1个星期，包括在上星期五这个星期五发布的数据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下子呢加一码息的这个可能性就突然间上升了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加2码息的这个可能性也是上升了之前你可以看到加2码息之前市场是没有预期到会有一个这么悲观的一个看法，而现在呢他们就开始担忧未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非农就业数据这个只是一个催化剂而真正影响到市场的情绪的是年底加息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星期五呢，股市也是马上有一个回调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其实在一个利率比较高的环境之下，是整体不利于股市的。相反，如果利率下降了或者是大家回想一下，在2020年为什么股市这么炽热？因为那时候呢，因为疫情过后他们是被迫的降息救这个市场，导致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个零利率环境，所以在那个时候资金不断的涌入到市场里面，导致了股市在那个时候屡创新高。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加息的可能性上升了所以呢也是不利于股市，而且也是马上的反映在星期五的股市里面我补充一下那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重点打在留言区，我们弹在屏幕上做一个记录 ，OK？那我们这个美联储是短息这个隔夜的拆息。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10年的国债或者是30年的国债这个比较长一点的是马上涨上去了一个关键我们看的是10年的国债呢又回到了 4.5% 以上了4.5% 是个心理的一个比较觉得是比较高的了超过 5% 的话就好像世界末日了4.5% 就是危险了所以星期五晚上一出那个非农就业之后这个债市是很敏感的，是超越了 4.5% 所以大家可以写一下那 4.5% 的时候对债市其实
不利的。你要说投资债券的话，也已经输了。OK， 那所以啊，我们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这个影响股市有好多的原因，对吧？我们要把它分拆来，到底是哪一个原因呢？那我们再看黄金，黄金、白银也跌了好多，对吧？为什么黄金、白银也跌了好多呢？其实股票跌也有可能是美债危机啦，美元危机啦，我们之前也讲过，对吧？视频也讲过啊，到底这次跌是不是美债危机呢？结果不是，为什么呢？因为黄金和白银都跌了好多。如果是美元的危机的话，黄金应该不跌的，对吧？所以我在教大家如何去。这个到底抽丝剥茧，对吧？外面的人一跌的时候种种理由都可以解释，但是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那我们看到黄金也跌了，这个白银也跌了当然比特币也跌了，虚拟货币也跌了那个是有可能是另外一些原因。比特币对一直在跌了，一直在跌，这个是有另外的原因。那今天时间有限，也就不解释了，对吧？但是我们从真金白银那里来看。也跌的话，这一次星期五应该是这个非农就业之后包括通胀的数据也蛮高的，大家预期可能加息的机会包括市场的国债的收益率是马上调整了在高息的环境下，对所有的资产的价格都不利的所以这个可以大家写一下高息的环境下对所有的资产的价格不利是调整的最大的原因OK 好。当然，其实我想补充一点这个对于年底加息的这个可能性其实不只是上个星期或者是这个星期才有的一个隐忧。我想分享的是，其实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可能大家的焦点不在这个加息的话题上面，而是5月份的时候发生什么，很多的公司都出了业绩报告，那他们就看到呢，现在呢，很多 AI 的硬件股票非常的强势AMD 业绩很好闪迪业绩很好包括美光业绩也很好台积电还有很多英伟达也是的那他们看到哇，现在 AI 这么火热也是真正的能够有一些实际的盈利带来或者是那些公司呢他们是有一些加速增长的情况。所以呢，他们就把焦点呢放在了 AI 的公司，尤其是硬件的股票。他们看到哇，真真实实的有成绩有盈利，有利润，真的有订单来甚至呢有一些公司，比如说台积电他们说现在订单已经排到了几年后了或者是有一些美国的电力公司这些是一些公用股票但是他们就觉得因为现在呢有很多的数据中心，他们需要很庞大的电力去发电而这些公用的股票他们连订单都爆满了他们说GEV 的话，他们的例子是到2030年都排到了2030年那他们也是需要迫切去扩张这个是我们在过往已经提前看到的一个点那5月份我们可以看到 AI 的股票很好，但是呢，同时间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年底加息的可能性，其实一直是存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 PPT 呢，是我们在2个星期前在5月22号的 GMT 里面我有分享到的。其实呢，当时候加息的可能性年底加息的可能性也是有40%多，其实跟现在呢一模一样，差不多。但是呢，市场的焦点就是当时候呢某股票他们的业绩很好这只股票哇，他们的营收大幅超过预期，哇，这只股票它又上调了盈利的预期，所以呢，他们就没有把这个焦点放在了对于加息的这个可能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隐忧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而是放在了当时候那些公司很美好的背景之下所以呢，我是想分享就是我们看新闻也好，看这个市场也好，我们不是只是看一面倒的好的消息我们也是要看 on the other hand， 在另外一方面有没有一些潜在的隐忧，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东西是目前市场上面没有说的那我们要看一下一些潜在的风险有没有存在的
而在2-3个星期前，我已经有讲过，其实在现在当时候市场已经连续涨了，我记得是涨了5-6个星期，是非常炽热的从曾经跌破了很多的支撑到突然间反弹，到了连续的破新高。那个时候呢，很多人都是一面倒的看好但那个时候呢，我也提出好归好，我们也可以继续参与市场，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在意识，就是要留意，其实市场呢并不是一面倒的看好，也是有一些潜在的隐忧的但是我们没有水晶球，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市场呢会涨到什么时候会跌，我们也不知道原来这个市场呢在5月22号之后呢还能够涨到6月初直到这个星期才开始下跌。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学多点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我就顺便讲多一点，对吧？我们这个包括 Rich 这张 PPT 的 slide 讲的是基本分析带出基本和技术分析的一个分别，对吧？基本分析看的什么利率啦，营收的这个公司的业绩啦，对吧？或者是这个贵不贵估值贵不贵，我们看的是这个但是呢，股票市场短期不太受影响的受基本因素去影响的所以我们看了，我们也说不好这个好像利率很高了或者要加息了，或者是估值很贵了，对吧？我之前也有讲过美股的估值很贵了或者是还有很多的一些基本因素，美债危机啦，美元危机啦，这些都是基本因素，对吧？但是我们不敢讲股票市场就要跌了，为什么呢？因为股票市场不是直接的短期内直接的受基本分析去影响，长期的在一个假设这个股票的价值要差不多等于股票的价值股价和价值要差不多等于的时候，这个假设的前提下，那长远有一点关系，但短期内肯定是资金的流动，对吧？那所以看资金的流动就要用技术的分析了所以呢，我跟 Rich 分工我们特别是在 GMT 里面，我们有蛮多的学生的，我们要为他们分工这样分工才能深入嘛所以我是看基本分析的他是看技术分析的那技术分析更灵活可能是把握到升浪的最后可能是升过头一点点，在调整的时候及时的离场，及时的止损所以这个是不同的打法然后基本分析呢，就是要不要买便宜不要买贵啦，要买便宜啦，可能会错失像最近的之前的美股，对吧？之前美股一走势已经是很贵了，但是它可以更贵今天很贵，明天可以更贵，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两方面都要学，两方面学了之后投资股票，投资任何事情都好，不是一个简单的买和不买，或者是简单的考虑好还是不好贵还是不贵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你以前有讲过360度的那一个思维的框架所以补充一点所以大家有谁可以把我们的那一个这个学到什么在留言区总结一下的话有人问 NVIDIA， 那这样我们到1000人回答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其实真正的原因我觉得是最主要的原因当然非农就业数据呢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但真正的原因我觉得是整个股票市场其实在4月份到现在呢已经是涨得过分延伸了你想象一下，一个指数连续涨了9个星期10个星期，它还不调整涨了指数涨了20%多30%多那它出现调整其实才是正常，它继续涨下去才不正常你要想一下，有一个理论呢，我觉得是非常简单易懂的，叫狗与主人的理论一只狗呢，它有时候会跑得后一点，有时候呢会跑得前一点，但最终呢，它还是会回到主人的身边。而这只狗呢，就是所谓的股价，在过往的几个星期它就一直跑前主人的前面一直走，走到主人的前面，它一直没有回头。那这样的话正不正常？当然不正常它终究还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就是要跑回主人的身边。
所以呢，你千万不要看到哇，这个星期出现调整了怎么办啊？是不是要熊市了？是不是要跌了啊？跌个我看到刚刚有人说30%啊，跌了最多的30%，好像是，是不是要跌30%？对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啊。那只狗跑得太远了，它需要跑回来啊。那如果我们不看指数啊，我们看个别股票，其实这些股票涨得更加的 crazy 啊。有一些股票呢，它可能万亿市值的啊，像美光啊，它在过往的1-2个月已经涨了超过1倍啊，更不用说有一些股票它涨了好几倍，比如说 MRVL 啊，比如说闪迪，比如说那些硬件股票相关的啊 AMD 啊，或者是 ARM 那些股票呢，都涨了好几倍，所以呢，他们是需要有一定的休息的时间，那只狗需要跑回主人的身边。而星期五的那一天只是一个催化剂啊，只是因为一个新闻啊，大家可能把焦点放在了非农就业数据啊，或者是我听过更加夸张的一个说法，就是下个星期 SpaceX 要上市了啊，所以呢市场上面资金要先卖掉，然后呢就要把那些钱买 SpaceX 啊，我觉得这个是就扯淡啊，但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那只狗呢？那我就是刚才所说嘛，如果真的去SpaceX 抽的话，黄金白银不会跌这么多，对啊，对不对？第一，第二，买黄金白银的都是那些机构投资者，不是散户了，不是傻乎乎的了，对吧？所以啊，给大家看一下，意见谁都有啊。这个现在危险的地方就是意见谁都有，连 AI 都可以 bullshit 胡扯一大堆。你要问 AI， 它可以胡扯一大堆，你不懂的话，你都不知道哪一个 AI 在胡扯，哪一个 AI 在讲事实，这是最危险的啊。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右边那张图表，呢是2024年的 SMCI， 其实它的情况跟现在的闪迪或者是 MRVL 一样啊，它也是从当时候的200-300块啊，还没拆股之前，突然间涨了1000多啊，最高的时候涨到了1200，然后突然间来了一个暴跌。你是多少钱卖的？我分批卖啊，我800多卖了一些，然后最高的时候就是1200多的时候卖了我最后的那一些啊，所以我是300多，没有买回，没有300多买，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它涨了这么延伸，也是需要有一个拉回的过程，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当然，后面 SMCI 的那些故事啊，它有一些假账的丑闻啊，这些就是后话了啊，不要去跟现在的那些股票去做一个就放一起去说啊。我想带出的就是，它涨了这么多，就需要拉回啊，这个是一个周期啊，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件事情啊。那其实呢，还有其他的因素，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到的啊，不如我们请齐发帕来分享一下啊，他对于其他的因素潜在的风险的一些看法。对，5月22也是5月22日的时候啊，中国罚了3个香港的券商，或者是做这个炒美股券商比较多的最成功的富途啦、Tiger 啦，还有个长桥啊。那其实呢，这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是配合了为什么不早罚不迟罚，对吧？配合了中国其实现在在一个大的一个我觉得叫国策了国家的策略，就是无论是美股太贵了，要保护国民的资金也好，或者是这个要脱钩金融脱钩也好这个也不要让中国的股民的钱去这个炒让谷歌啦、Facebook 啦这些，或者是Anthropic 啦、OpenAI 啦、SpaceX 啦拿了中国人的钱，所以中国现在是要把这些资金留在中国的境内这个起码要远离美股甚至以后在中国内地讲美股都不行了这个也是我们收到通知的这个讲美股都不行了，对吧？那这个国策很明显就是要把中国的资金撤走 ，OK？ 那中国资金当然在美股不算太大，因为美股的资金池很大但是呢就压垮这个什么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吧？你抽一下也会这个减轻了
那个上涨的 momentum 那个动量，对吧？很多人说，哎呀，很贵啦，但为什么还要买美股啊？因为美股涨啊，每天都在涨啊，涨得很开心啊，涨得很急啊，这叫 momentum， 这叫一个动量，对不对？就说哇，美股好贵了，但是港股不涨啊，美股涨啊，A 股不涨啊，美股涨啊，都要冲进去买所以只要把一部分的资金这些内地的资金抽走的时候美股不涨了，还这么贵啊，还开始跌了，那这个时候以前冲进去的那些这个热资这个 hot money 这个热的钱就可能会这个钟摆的效应就开始往后走了所以这个也要小心这一点所以这个那当然呢，港股中概股呢我预期会调整的比较大一点，为什么呢？这个资金池比较小这个一抽走的话，一个是游泳池，一个是浴缸两个都在抽走，那浴缸肯定要这个水位要跌得更多一点了，对吧？所以作为投资者是开心的等你卖的时候可以贱价便宜的买回来，当然不是随便买要看到哪一个好的也有好多的这个鱼目混珠的不好的，对吧？但是美股的话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也其中一个 GMT 经常讲到的就是短线的交易还是长线的投资也要分清楚那长线投资也是我看多一点的中短线的交易是 Rich 看多一点的那我个人觉得长线投资的话，我现在在等它的一个调整更多一点的话，那正好就是一个这个买多一点好的股票，用更好的价格买更好的股票的一个机会了所以我不知道你是长线的投资者还是中短线的交易者，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那我知道大家的兴趣哪一个多一点，好吧 ？OK， 下一张。这个也刚刚你也讲过，对，就是一些补充了对，这个就是不光是那个资金要这个不让出来了社交媒体都不讲了，对吧？社交媒体不讲，一段时间之后在中国内地的，就算你钱在外面，你都不知道去买什么了，就不买了，就这样对吧 ？OK， 好，那其实除了中国之外我也科普一下，其实在全球各地呢也有一些事情发生比如说韩国最近呢有一些暴动的事件当然具体的我们这边也不是时事台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如果你有兴趣的，你也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我先说一下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呢，就是韩国是这一次暴跌的第一只领头羊那上个星期2天前星期五的时候，在美股夜盘还只是跌 1% 的时候，当时候的韩国就已经跌了 5% 那就是因为这个暴动所影响到的那这个暴动影响到了资金撤离，那韩国的股市跟美股跟全世界的股市有什么关系呢？那先说一下在这里呢也有几只股票是涉及到的因为他们也是属于最近涨得比较炽热的板块里面，半导体的板块里面，就是第一个是海力士第二个呢是三星 Samsung那这两家也是很大的企业也是一个很大的份额，也是在全世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呢，那些投资者如果想投资半导体的，或者是他们如果想买比如说想买 ETF SOX 那他们要买的话，也会去买到这些三星和海力士。所以呢，他们的股价也是在过去的几个月涨了很多很多也是最近有很多的新闻，就是说韩国人辞职吃了很多因为他们的股票赚了不少什么股票呢？海力士还有三星所以呢，星期五韩国的股市暴跌三星跟海力士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两个之前涨得非常的漂亮涨得很多，那星期五呢就出现了下跌一个跌了 9% 一个跌了也接近 10% 左右所以他们两个才是有压死骆驼的那个最后一根稻草他们是先下跌，然后星期五的晚上美股的半导体以及整个科技的板块也跟着一起下跌所以这里呢是一个连锁的反应所以这里也是可能大家没有看到韩国那边的情况我这里也是
给大家科普一下，看一下啊整体的全球的环境的一个实况。其实我补充一下不过补充之前大家看看我们的人观看人数到600了，再分享一下的话，可能到1000我们就可以回答大家股票的问题了所以大家分享出去其实呢，这个我觉得我看到什么，人性是共同的，对吧？韩国股票涨得多，这次也是因为半导体，也是因为这2个公司那涨了这么多，一下子可以这么快调整这么多，其实也是提醒了买美光啦或者最近涨得蛮多的那些美国爆升的那些股票，它也提醒他们了，喂，赚了这么多了获利离场了。如果不获利离场的话，要跌的话也会跌了很多的，对吧？所以这个爆了之后，你觉得哎，韩国为什么会提前影响了美股呢？其实是让美股最近涨的那几个涨得比较多的，他没看到，还是太平获利离场了所以这也是增加了刚才你说的太延伸了，有一个拉回，有一个获利离场的一个调整了OK。我们讲完了韩国，讲完了中国市场，其实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关键还是得看一下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美国的本土其实问题更大但是呢，很多人也忽略掉了那不如你来讲一下。这个我觉得是基本分析了，不是短期的一个我之前也讲过好多次，好多人都说，哎呀，你不是不看好美股的吗？哎，怎么又涨了？你不是不看好美股的吗？说有这个危机那个危机了，怎么又涨了呢？对不对？这个就刚才所说的基本分析，大家都知道了，很明显的了。但是影响股票市场的短期的，还是一个技术分析为主的所以这个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对吧？OK， 好，那其实下一章也是跟整体的美股的不同的板块也有关系。这个我们在 GNT 里面时间多一点，也大家有一个基础的话，已经深入的解释过了在这里就告诉你，其实基本因素不太好，但是基本因素不太好已经很久了这个股票市场涨得多，就是因为热钱多这个技术分析多所以你要听的话，听 Rich 最近要听的还要买股票听 Rich 多一点Rich 其实现在技术分析已经是非常厉害的，有时候我没听他我都吃亏的所以大家多听点 Rich 的 OK 那还有下一个也是你准备的，就是现在其实很多的很贵大家都知道很贵但贵可以更加贵就这样嘛，对不对这个我已经警告过大家了，所以再提醒大家一下，现在美股是很贵的，这的确是的但贵可以更贵，就我讲完了，还是听你的吧。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些什么指标巴菲特指标都已经超标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值。基本上在牛三的时候，巴菲特会被人家笑巴菲特不是第一次被人家笑了，对吧？巴菲特会被人家笑，在牛三的时候怕会被人家骂，就是其实他已经退休了，他已经退休了，也还被人笑。我是不是应该也退休了？我应该退休吗？大家可以告诉我最近骂我的人又多了，对不对所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无论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这么多的问题就刚刚发法给大家一一的带过了什么指标又到了一个泡沫值 In Trump we trust 好，那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后续你是相信？那个笑话我不是 Mega 粉丝你是相信会涨呢，还是你觉得现在问题这么多应该会跌或者是刚刚我看到很多人说有些说跌 10% 有些人说跌 30%， 跌 20% 那他们的看法应该就是看跌了那有没有人是看涨的这边也问一下大家是吧？有没有人看星期一就反弹了？川普说嘛这个非农就业数据这么好经济这么好，应该是涨的呀对结果呢昨天跌了这么多大家看到的结果所以大家来投个票你觉得后续是会涨的你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涨你觉得是会跌的，你可以写一下跌多少跌多少个百分比都可以写下来你们尽管买，剩下的交给我吧。这个不是特朗普讲的这个是 AI 做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要不然人家说我这是假的有人说会又多一波
然后再杀一波啊。我们刚刚我们的host 开了一个投票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里面参与一下这个投票。你觉得后续呢会很快的反弹，还是呢会跌一段时间啊？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啊。OK，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特朗普买够了，特朗普买够了就会涨了。Go buy a Dell 啊，去买个Dell 的电脑啊。我看到大部分的观众都是说跌一段时间啊，如果再加上上面那些说百分比的这个跌幅啊，就这个跌的比例会更多啊。但也有人说很快反弹啊，看来也有不少的人是非常乐观的啊。好了，那未来会跌还是会涨？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没有水晶球，我们也回答不了你。明天的股市开盘之后会跌多少，涨多少？明天台股开盘会跌5%还是6%，还是会修复失地？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水晶球。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一个稍微比较中长线的有一些跟周期相关的。我们刚刚讲过，比如说那只狗它跑离了主人10步以上，那我们可以预示到的就是这只狗呢已经远离了主人这么多，就它肯定会在某一个时间点跑回主人身边，或者是就大幅的跑回主人的后面那这个是一个更加中长期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趋势。所以呢，我想说的就是第一，千万不要去猜这个股市会涨多少，会跌多少，会跌多少个百分比就会涨举个例子，如果你觉得大盘会跌20%，这个时候才是一个捞底的机会结果呢，它可能这一次只是跌了15%，结果你就为了等多一点点，就错过了后市上车的机会又或者是你觉得20%就调整了就反弹了，但是你在这个时候过早的捞底结果呢，这一次的问题呢比你想象中的更大它后续再跌了20%，那这样的话你就提前买入就亏了很多了所以呢，那应该怎么做？所以呢接下来我就想说几个我想带出的点其实你可以看到，第一很多时候这个比如说星期五大跌了这个阴阳烛 K 线大跌了，但其实有可能呢过几天之后就修复失地没事了那这些例子也是有的，给大家看一下下面这张图表，是2025年的8月份和2025年的10月份那个时候看似很悲观，对吧？结果过了2天，股市好像没事一样继续破新高，继续涨，也有这个可能性。但如果你就是因为那1-2天的下跌，跌了之后觉得它会熊市，会大跌，会调整，结果以后它有了一个回调修复了失地，你没有及时转变你的思维，你就会错失了你就会提早下车上不了就坐不了那个末班车了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觉得反正川普会拉一波没事的呀反正这个只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调整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风险你就漠视它的话，其实很多人也是这样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2024年的12月当时候呢也是 FOMC 的会议之后市场是大势预期，结果那一天纳斯达克是跌了3.5%那也是一个突的下跌，成交量也有放大。那很多人会猜涨跌其实我跟你说就完全没有意义。你可以看一下，它跌了2天之后，后续又有了2-3天的反弹当你看到它反弹到准备破新高的时候，它又可以回跌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猜涨跌是没有意思的它有时候涨个2天，有时候跌个2天，而且更加关键的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如果没有看到一个大的趋势，你只是关注1-2天的跌幅或者是1-2天的涨幅的话，你很多时候会忽视掉一个大趋势的转变其实在这个例子呢，给大家看到的就是12月的下跌真的是一个转折点当时候呢我们也做过直播，我们也分享过一些点我们也讲到为什么当时候我们有讲到我是比较谨慎的当时候我们看到
比如说有些领导股它出现了突兀的下跌，我们是看到了一些警号，我们是开始变得谨慎虽然在2025年的1月份、2月份股市好像又没事了呀它又有了一个反弹，甚至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股票它也是比大盘跑出，然后再创新高，涨了好几倍也有。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忽略了更加大的因素，就是整个趋势已经改变了。所以呢我想带出的千万不要看到1-2天的涨幅，或者是像星期五你看到有这么大的一个跌幅，就觉得它以后会跌，或者是它以后会涨。其实这个根本是第一我们没有水晶球，我们预测不了。第二，如果根本没有水晶球的话，你做的所有的预测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我想带出的是这2个框架刚刚已经讲过了。而关键是我们是需要持续的看待市场看它的基本面，看它的技术面看它有没有持续的变化比如说今天出了一个黑天鹅明天又出现了一些改变尤其是现在川普这么会灵活的改变他可以自己去画一些 K 线当然这个是一个开玩笑他的我觉得你这个用开车做比喻很好谁也不知道明明绿灯的我们预测绿灯会有还有50秒是绿灯的，突然川普冲出来了他乱过马路，对，冲出来，但是现在是绿灯你还是要停，对吧？对川普乱穿马路，对不对？开玩笑但是这个比喻很好那你不懂的话，你就说你不是说绿灯还有50秒吗？对但川普穿出来你就要停了。所以如果你是没有驾照的sorry你可能今天听到了这个框架但是以后应该怎么样去执行，你还是需要去灵活变通而且是需要时刻的去改变我不能这样去怕下一个路口我应该转左还是转右在下一个路口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打这个灯呢，还是应该直走我如果要开车每一次都要问Papa的话，那完蛋了我就撞车了。你就买个 Tesla FSD 就可以了不做广告开玩笑所以大家如果学到的请 OIC。 所以呢刚刚我也讲到了短期呢是非常的波动，而且呢我们没有一个水晶球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预测的。但是呢一些中长线的一些大的趋势整个周期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些迹象，然后来看一个大的方向到底会怎么走比如说现在是顺风，那这个船它大概率就会乘风而行那比如说现在是逆风可能他们就会收返了那这些大的趋势呢我们也是能够看得到的而关键是我们是需要时刻去观察这个风向，我们需要时刻的留意市场的走势，我们是需要结合基本面包括技术面来看一下两者结合在一起去看未来大盘的整体的走势，而并非看1-2根 K 线然后去猜未来的跌幅和涨势你有没有补充？还要看情绪面对，情绪面那情绪面是看什么呢？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我们不讲某个人名字名单OK 所以除了基本面技术面我们也是得看一下情绪面好，那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是第一我们怎么样能够透过 AI 来研究股票呢？不如这个我们请Papa你来分享一下，这个是你最近做出来的一个系统。最近6个月那右面那个叫有个小小的文字很多很多的那个叫GMT Buddy就是陪伴我们的 GMT 同学，所有的GMT 同学一进来就可以有这个GMT Buddy 了那以前我们所教过的
要寻找的话，我们也累积了7年了，已经累积了就快7年的视频和内容了也比较多那你要学很多东西的话，要找资料的话也比较长。那这个 GMT Buddy 呢就很好了它不光是帮你很快的找到哪一期我们讲过什么，还总结了那些重点给你所以你要提醒一下自己重温或者是想深入再了解多一点都可以用这个 GMT 的我们叫学习的 Buddy Study Buddy 给它了一个名字叫爱丽丝大家可以用爱丽丝来帮助大家学更多或者是有时候提醒大家要看哪一个我们之前讲过的报告等等那另外一个呢叫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呢是帮助做 research 的那外面我们看过所有的 AI 的做 research 的，我个人建议大家，不是说我们的爱因斯坦很好，能用外面的，我老早不用自己做了外面所有到现在最贵的、最好的 AI， 我们都试过，千万不要用千万不要用 ，OK？ 因为你到最后会死得好惨，你听起来不错对不对？但是呢，总是有一些不靠谱的地方爱因斯坦呢是我培养了我们整个团队不光是我一个人，但是我是给他一个哪里做得好，哪里要调整，哪里要怎么样，哪里要怎么样，哪里要怎么样。最好的一点就是用了我们很多的框架来做研究，而且呢是这些框架外面是没有的。而且呢，做出来之后给了你其实我们应该有另外一张可以给大家总结的这个 show 的它会一句话总结，你要时间没有的话叫 executive summary 一句话总结有很简单的看好不看好，想买不想买怎么样的那你要深挖一点的话，基本分析它的护城河在哪里，它的这个行业的框架板块在哪里，对吧？选股5部曲从整个大盘到这个行业的板块，到这家公司护城河好不好 ，alpha 好不好七八八的给它的分数多少等等等等，那再到 valuation 它现在贵不贵，便不便宜，值不值得买，再到这个技术分析现在是不是买入时间点，再到还有好多的一个辩论给大家看到多空的辩论，所以我们花了好多的心思在里面一般来说是我觉得放心让我们的 GMT 的3年级以上的同学来做所以你要进来的话，我们是带着大家用爱因斯坦，每个星期5晚上包括爱因斯坦包括我们2个来学怎么能用这样东西用得更好我觉得你要一进来就用爱因斯坦也是危险的，所以呢一进来就没得用但是呢做到了学满2年之后，第3年就可以用了所以我们也是与时并进现在 AI 这么流行，对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那我们也是提升一下我们自己的我要 confess， 爱因斯坦是我培养出来的，现在我买股票之前一定问爱因斯坦所以他如果说不买，我想买我就不买就是他能做到我都要来问爱因斯坦其他的没有一个我外面的所有的 AI 都试过，没有一个是可以用的，但是爱因斯坦这个有788的背书信心保证。所以今天的直播很可惜没有1000个人但如果你是 GMT 的3年级的学生比如说刚刚有人问 NVIDIA 怎么看去听听了，直接打一个 NVIDIA 的报告对直接就可以出来，包括护城河是什么，对它的护城河，它的基本面、技术面是怎么样都可以在这份报告里面。我觉得它最好的就是我培养出来的最好的，你是不光是听了他的分析，它里面还有背后好多不同的意见比如说巴菲特会不会买，比如说 Peter Lynch 会不会买，比如说技术层面会不会买，对吧？你不光是看就是买还是不买，那你听了这些论点不光是买还是不买，巴菲特为什么买或者为什么不买， Peter Lynch 为什么买为什么不买一下子就你是集思广益了，而且这些人帮你出意见了，都是我们的 AI 深入的研究了这些
成功，包括其实爸爸会不会买，他也会说其实爸爸会不会买。我看了之后，我有一次看了某一只股票，其实爸爸明明我想买的，他说我不想买，后来证明他是对的，就这样。所以啊，如果你也是想与时并进啊，跟我们一起去学习，一起学习怎么样用 AI 在提升你的股票研究啊，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 GMT。对，我们的 GMT 呢，也是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价值，我们也是在时刻想 AI 现在这么流行啊，到底 GMT 有什么价值是 AI 无法取代的？我们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在做不同的准备。我们每个星期的内容呢，也会不断的升级啊，所以如果大家还是没有参与过我们的 GMT 的话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留言区里面找到我们 GMT 的报名链接，大家可以去点进去了解更多啊。好，大家有不到1000人不回答股票，但还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问一下。OK， 明天可以去买 A 股的 Space， 这个1000人才回答你了。我可以分享一下，我2天前的 GMT 刚刚分享了我做了SpaceX 的一个完整的报告啊，然后呢也大致的讲了一下现在的整个行业是怎么样的啊。那如果你有看过的话呢，对，进来 GMT 你就会知道已经讲了，我对于那些板块啊，或者是所谓的供应链的股票有什么看法啊？OK。当然再仔细说一下啊，其实我在2-3个星期前也做过一个跟太空股相关的供应链的股票的一些行业和股票啊，我也做过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5月份的 GMT 去看一下、听一下啊。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很遗憾没有1000个人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不会有那个分享股票多少钱啊？第一，肯定少过你在市场里面万一一个错误输的钱。第二，你是投资自己，对吧？你的脑袋值多少钱，就这样了。OK， 肯定是物超所值的，对吧？所以我们的 GMP 同学也是不断的累积越来越多的啊，好多的已经是超过2年、第3年了，所以他们都在用爱因斯坦，用的很开心的啊。OK， 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对，有一个同学，我们很多的粉丝啊 ，GMP 的同学也在这里啊。OK， 好，那就这样，拜拜，好，拜拜。